这是裁判，这是场医，这是教练。这原本是一场普通的格斗比赛，但他们却把比赛变成了一次谋杀。因为失职和对生命的冷漠，让一名格斗选手命丧擂台。擂台是一个英雄集结的舞台，无数拳手在这里一战成名，他们的故事被赞美、被传颂。但这个世界有正义就有邪恶，有人能在这里流芳百世，有人却在这里背负骂名。这一期的故事就属于后者。今天的这期视频绝不是电影桥段，而是发生在拳台的真实一幕。大师也将会用3场格斗比赛带你了解拳台上的绝命惨案。这位黑人男孩只有24岁，叫做丹尼斯·芒森。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修理工，和大多数男孩一样，对格斗有着无比的热爱。2013年5月的一天，他怀揣着梦想报名了踢拳班。这家拳馆叫做 Real Fistball， 是沃尔密基市最大的训练馆。这里曾经诞生过2位 UFC 冠军，安东尼·佩蒂斯和泰伦·伍德利，甚至玫瑰·罗斯也曾是这里的一员。而今天的这场业余踢拳比赛就是由这家拳馆牵头组织。比赛发生在2014年3月，距离丹尼斯报名那天算起，也只有短短的10个月时间。这是丹尼斯第一次参加比赛，也成了他人生中的收官之战。这个阶段的丹尼斯可以说是毫无经验的新人，对比赛的规矩是一无所知。按照规定，所有业余选手参加比赛就必须佩戴护具进行保护，但这里的比赛却偏偏不戴，只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观赏性。在这场比赛的首回合，丹尼斯就率先发动进攻。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比赛，但他也渴望战胜对手。你看他一个低扫踢就把对手轻松撂倒，接着是第二个扫踢，对手身体腾空后重重摔倒。能够把平日所学全部用在实战比赛中，这就是新人的乐趣所在。虽然他的首回合表现得非常出色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比赛是如此的残酷。当比赛进行到第2回合，对手不断地切换着进攻角度，而他只是在对手进攻时反击。渐渐的，对手找到了突破口，在几次重拳命中之后，丹尼斯的动作开始放慢，甚至脚步也失去了协调性。然而这一切所有人几乎没有察觉。当比赛进行到第3回合，真正决定生死的时刻来了。丹尼斯已经不再进攻，就连出拳都显得软弱无力。1拳、2拳、3拳、4拳、5拳、6拳、7拳，丹尼斯成了擂台上的沙袋，整个回合都在被对手吊打。相信经常看拳的人都知道，丹尼斯这样的状态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了，但裁判却选择视而不见，任由丹尼斯被对手毒打。再来看看回合结束之后，丹尼斯是这样走回去的，一摇一晃，踉踉跄跄，简直就像一个喝醉酒的醉汉，就连观众都能看出问题，裁判、场医、教练却无动于衷。裁判在干什么？他靠在边绳休息。场医在干什么？他在台下玩手机。教练又在干什么？不断地给丹尼斯施压，督促他尽快回到比赛。在第3回合结束之后，丹尼斯在擂台缓缓地倒下，护理人员想要给丹尼斯吸氧，但场医却认为没有必要，并当场拒绝了这个提议。在选择医院的问题上，他选择了一家医疗中心，放弃了更专业的1级医院。他认为丹尼斯没有遭到重创。当丹尼斯的家人赶到医院，丹尼斯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，和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是帮帮我。但经过1个小时的复苏抢救，医院宣布丹尼斯抢救无效。在赛事方提供给警方的视频中，其中有一部分片段离奇消失，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赛事方又为何刻意隐瞒？接下来将还原这段消失的画面，这是丹尼斯倒下前的32秒。为了更清楚地看到细节，对视频的亮度进行了调整。我们先从场医说起吧。场医没有为拳手检查伤势，而是在台下专心地玩手机。旁边的裁判推了一把场医，他才意识到拳手出现问题。前面说过，拳手在第2回合就表现异常，但在第2回合休息时，场医并没有对拳手进行检查，而是专心致志地在拨弄手机。再来说说裁判，他是距离拳手最近的人，本应该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，并及时暂停比赛进行评估，判断拳手是否还有能力继续比赛。比赛进行了整整3个回合，他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甚至在回合结束时，他一直靠在边绳休息。最后就是教练团，他们平时教拳手打拳，并带着拳手出来比赛，可以说是拳手最信任的人，但教练却辜负了这份信任。当拳手一步步开始虚弱，教练没有因为场上的表现对拳手身体状况进行评估，确保拳手可以用眼神交流，而是不断地督促拳手继续，甚至在第3回合结束之后推肩膀、扇耳光、掐脖子，直到丹尼斯再也无法支撑，双腿一软，重重地瘫倒在地。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把徒弟带出来比赛，但却再也带不回去了。
无论是裁判、场医还是教练，他们都有权终止这场比赛，但面对东倒西歪的丹尼斯，却选择了最冷漠的视而不见。那么赛事方又是什么态度？发起人乔夫却解释说，丹尼斯患有镰状细胞特征，他故意隐瞒疾病参加比赛，但经过法医对丹尼斯的尸检，在丹尼斯的身体中没有镰状细胞僵局的迹象，镰状细胞不是导致死亡的原因，真正的死因是头部外伤并发症，也就是大脑受到损伤导致器官衰竭。业余比赛不戴护具1宗罪，工作人员严重失职2宗罪，赛事方狡辩开脱推卸责任3宗罪。在丹尼斯去世之后，家人起诉了裁判、场医和训练馆，直到去年才有了最终的结果，双方以和解的方式结束，具体赔偿金额并未公布。这些冷漠麻木的工作人员只是丢掉了工作，做出了赔偿，但24岁的丹尼斯原本只是对梦想的追逐，却因一群混蛋而丢掉了性命。